康定级巡防舰作为台湾海军的一级舰艇，因拉法叶军购弊案而备受争议，至今仍是影响海军形象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康定级巡防舰从远处看颇具气势，但近看却让人失望。唯一的防空系统是单人操作的海虫树防空导弹发射架，每个发射架仅能携带4枚海虫树导弹。这样的防空配置在现代海战中几乎毫无实用价值。与此同时，临近的沱江舰已经开始装备国产海剑2导弹，令人不禁思考：为何康定级巡防舰至今仍在依赖海虫树防空系统？海剑2的放大版在国际上的表现如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其量产进展缓慢？花费了整整20年时间。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将重点分析海军防空能力的不足，以及海剑2的广泛服役是否能够有效支撑起海军的防空网络。要讨论海剑2，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前辈天剑2。天剑2于1999年正式服役，是台湾自主研发的 IDF 战斗机所配备的中程空对空导弹，具备主动雷达导引系统，功能与美国的 AIM-120相似，均采用全动尾舵制动设计。天剑2不仅能挂载于 IDF 战斗机，还可以在早期的 F5 战斗机上作为作战平台使用。虽然天剑2的研发在2000年之前就已成功，但将这一技术转变为适用于海上或陆上发射的平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在设计海剑2时，工程师们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海剑2需要像沱江舰一样，利用倾斜发射箱进行发射，同时还要整合自主研发的垂直发射系统。这就要求将导弹嵌入垂直发射系统中，并确保在发射后能迅速向敌方目标飞去。这其中涉及到2项关键技术：第一是如何实现导弹从发射箱中向上飞出的冷发射或热发射技术；第二是确保导弹在飞出发射箱后能够自由选择飞行方向的向量控制系统。热发射技术是指利用导弹自身的发动机或助推火箭将导弹射出发射箱。这意味着发射箱本身不需要额外的发射系统，因而在体积和重量上比冷发射系统具有优势。然而，这也对发射箱的耐高温高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发射箱没有自己的发射系统，完全依赖导弹自身的动力，若导弹动力出现故障，可能导致导弹卡在发射箱内。此时，若导弹已点火并长时间暴露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可能会引发爆炸。这种情况对舰艇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相对而言，冷发射技术则是通过弹射杆将导弹弹出，待导弹达到一定高度后再点火。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发射箱的耐热要求，使其寿命更长，但发射效率相对较低，也难以实现一箱多弹，即在一个发射箱中装载不同类型的导弹，这限制了弹药选择的灵活性。此外，海剑2的设计中还需加入导弹发射后的向量控制系统 TVC。如果没有 TVC， 尽管导弹依然可以利用垂发系统，但它必须爬升到几百米的高度才能慢慢转向，这对快速反应的防空导弹而言是不利的。反应时间越长，舰艇的生存能力越低。TVC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将导弹引导至敌方来袭目标。无论是战斗机、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越短的反应时间意味着舰队的防空能力更强。导弹尾部的柱身火箭上装有燃气舵，以实现向量控制。升空后，这段柱身火箭在导弹完成转向后会与弹体分离，落入海中，以节省燃料。垂直发射系统的另一个显著优点是提高了舰艇的隐身性能。与早期的单臂外挂防空导弹及后来的斜射发射箱相比，垂直发射系统在隐身效果上更为出色，类似于战斗机的内置弹舱与外挂弹药之间的隐身对比。通过这种设计，海剑2能够在执行防空任务时减少被敌方雷达探测的几率，提高舰艇的生存能力，从而有效增强海军整体的防空能力。总之，海剑2的研发与天剑2密不可分，前者在技术上的进步，尤其是在发射方式、控制系统及隐身能力等方面，标志着台湾海军在现代海战中防空能力的提升。随着海剑2的逐渐投入使用，期待它能够成为海军防空网络中的重要一环。然而，海剑2所面临的技术挑战远不止于此。与装备在 IDF 战斗机上的天剑2相比，海剑2不仅需要应对战斗机的威胁，还必须有效防御掠海飞行的反舰导弹。这类导弹的体积较小，飞行速度极快，对导引系统的要求显然更为严苛。相较于空对空导弹只需在敌机6米内引爆，海剑2则必须在2米内引爆。
才能确保对反舰导弹的有效摧毁。这种高精度的引爆要求，直接决定了海歼2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海歼2在性能上表现得比天歼2更为优越，无论是在模拟测试还是实战测试中，海歼2的导引精度均显示出显著的提升。例如，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对高空战斗机进行拦截时，天歼2的导引系统平均失距为1.5米，而升级后的海歼2则成功将这一数值压缩至0.5米。这一进步意味着海歼2在目标锁定和打击精度上更为可靠，能够有效应对敌方战斗机的威胁。在超低空接战时，海歼2同样展现了出色的性能。天剑2在这一场景下的平均失距为2.8米，而经过改进的海歼2能够将失距降低至0.8米。这种提升不仅反映出海歼2在技术上的突破，也体现了其对战场环境适应能力的增强。在现代海战中，快速反应和高精度打击是生存和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海歼2的设计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反应速度和导引精度，确保在紧迫的战斗条件下能够有效地拦截敌方来袭的导弹。总体而言，海歼2的技術改进使其具备了更强的反制能力，尤其是在应对复杂的海空战场威胁时，通过提高导引精度和反应速度，海歼2无疑将在未来的海军防空体系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进一步增强台湾海军的综合防空能力。优先为拉法叶级巡防舰配备垂直发射系统的原因十分明确。在最初采购拉法叶级巡防舰时，原本计划同时购买法国原厂的 SOM 防空飞弹系统，其中包括 Aster 15防空飞弹和 Aerobell 相控阵雷达。然而，由于军购弊案的影响，加上法国武器价格的高昂，海军至今只能依赖人力操控的海虫树防空飞弹。海虫树的射程短，反应速度慢，弹药数量有限，且更为致命的是，它不具备对抗来袭导弹的能力，这使得海军在现代战争中的防空能力严重受限。相比之下，海歼2的射程约为30公里，这一数字相较于陆歼2的15公里有了显著提升，主要得益于后方加装了助推火箭。尽管其最大射程仅为 ESSM 的60%，但在防御台海作战的需求上，已然足够应对潜在的威胁。展望未来，通过优化弹道和飞行模式，海歼2的射程可能进一步提升至50公里，这将为防空作战提供更为宽广的保护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海歼2的射程通常是指其最大射程，但在实际作战中，防空飞弹并不会全程以最大速度飞行，类似于战斗机在非加力状态下飞行的原理。当飞弹接近目标时，其机动性将下降，命中率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如何在设计中平衡射程与机动性，将是海歼2在实战中的一大挑战。目前，海歼2已经服役，并装备在沱江舰、塔江舰和玉3号船坞运输舰的斜射发射箱中。为了提升船舰的隐身性能，海歼2的设计采用了板鞘式结构，外部板鞘承载发射箱的重力，平滑的外观有效减少了雷达的反射面积，从而增强了战舰的隐蔽能力。在技术上，海歼2与美军的 ESSM 防空飞弹有许多相似之处。海麻雀防空飞弹在20世纪60年代研发，旨在解决大型舰艇只能装备标准防空飞弹的问题。美军仅花了3年时间便完成量产。然而，海歼2的研发历程却长达20年，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中山科学研究院与军备局在研发计划上的沟通障碍，导致了项目的不断延误。实际上，军备局和中山科学研究院之间的沟通不畅，导致研发进度屡屡受到影响。台湾往往对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武器研发进展持有不满的态度，认为其速度过于缓慢。然而，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军备局内部的沟通问题。研发人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班加点的工作，努力推动项目进展，结果却常常遭到抹黑和误解，这无疑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为了提升海军的防空能力，必须重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沟通，确保各项技术研发能够顺利推进，切实增强台湾海军的综合战斗力。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怀宇哥，咱们下期再见。